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米莎相信各位都抽了吧？我也是花了200多抽才轻松拿下莽命米莎的。让我没想到米莎居然是男的，你告诉我这例会是男的，好吧，我更喜欢了耶。好嘛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米莎的攻略测评啊。看完之后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UP主哦。至于1个硬币10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要5经验拿，谢谢。米莎作为一名毁灭命途的兵系输入角色，我也是给他抽到满星魂以及等级拉到80级了，生命值居然来到1270，防御力393，生存属性方面居然超过了其他4星毁灭角色，并且还高过5星的影月君，可见的米莎面板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基础攻击力是599，这是常规的属性啊。由于是一位4星角色，米莎技能非常简单，普攻平平无奇，很帅，不用点。战技呢，释放后可以给米莎叠一层大刀段数，并且造成单体扩散伤害的，总体倍率还算可以，不过伤害不算很高啊。天赋则是队伍每消耗1个战力点，可以给米莎叠一层攻击段数，同时回复米莎10级2点能量。因为战绩可以叠一段，米莎消战绩再叠一段，米莎战绩固定可以叠2段攻击段数了。看到这里，我已经想到某个角色了。然后是终结技，初始有3段攻击次数，最多累积10段。哎呦，脑子好痒，好像想起什么了。首先呢，释放一个指定单体的伤害啊，随后每段伤害攻击随机的一名敌人，造成同等倍率伤害，而且每次攻击20%的基础概率冻结敌人。看到这里就很明显了吧？米莎是一名主打输出以及兼顾控制的一名4星角色，所以米莎在实战当中生存压力特别小。只需要4星奶妈角色就足够使用了，这点对于没有5星生存位的玩家来说可以说是惊喜了呀，而且伤害也不低啊。比较值得一提是影月的逆鳞也能算战绩点，给米莎回复段数以及回复能量了，这一点就非常强了。至于适配性后面配对一起说吧。各位可能看到大招冻结概率基础只有20%，但是解锁行技1，手段攻击前提高80%基础概率冻结，就是100%了。再配合行技2给到60%的命中，就算完全不歪命中，在面对抵抗有40%的敌人，也有96%的概率去命中了。更何况多数敌人都是没有40%的效果抵抗的，再配合行技3冻结可以给到30%的爆伤啊，直接一条龙服务的行技啊，关联性非常高啊。所以各位大家可不用担心他冻结能力不行的问题。米莎的秘技也是有点意思啊，召唤路斗的一个实停效果啊，并且进入战斗可以叠2段攻击段数啊。作为一个4星脱手角色，有利于其他角色更好的去释放战技了，这一点非常不错啊。总体看下来是一位非常强的4星角色了。他的输出怎么样呢？在配对方面上，经过多次测试，个人觉得最佳配对是停云软梅的组合。虽然米莎的能量上多数情况是溢出的，当然这是为了更好的随时去开大爆发，以及频繁的给对面冻结，也让队伍的生存能力得到一个提升。软梅自然不用多说了，高频增伤减抗覆盖率非常高。我尝试把软梅换成其他角色啊，回合数从4回合变成了5回合啊，所以软梅肯定是米莎的第一选择了。实战当中可以轻松打出20万以上的大招伤害啊，非常恐怖啊。下位替代可以是4星魂的佩拉啊，可以提供减冰抗。而停云呢，可以换成寒鸦长点增伤加攻的角色啊。实战下来，满星魂的米莎相比0+1的净流，大概差距1回合左右。当然啦，我这个米莎练度也是不低的哦，你们等下看一下啊。当然要论爆发最强，那怎么少得了布洛尼亚呢？可以让米莎大招打出26万的一个伤害啊，非常离谱啊。然后战绩面对2个敌人打出9万的伤害，如果3个敌人10几万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一套输出下去啊，2个精英怪直接半血了。缺点就是比较刚需1+1的布洛尼亚啊，不然就会变成比较尴尬的战绩点问题了。当然霍霍可以换成罗刹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不过总体输出会相对低一些了。如果优化好的话，输出5星角色看到都害怕了，至于是。至于刚才说到影月君适配性上，个人觉得看不同环境吧。在面对没有虚数敌人情况下，影月少了行技24的爆伤，搭配米莎少了很多的增伤了，导致对面的逆风环境不如带停云佩拉会更好。如果是面对虚数环境的情况下，那么影月自身伤害大幅提升了，同时又能给米莎快速叠层，米莎有弱点也能打出10几万的伤害，非常不错呀。实战下来和带停云的伤害 DPS 差不多了，但是前提是2魂以上的米莎，因为2魂的米莎有一个减16%防御力增益，持续高达3个回合，覆盖率非常高啊。看的基础概率只有24%，但是因为米莎的攻击段数高，而且行技可以加60%的效果命中，非常好触发。
导致二魂的米莎既有输出也有减防，同时也能作为辅助使用，非常的香啊！如果你的队伍缺乏辅助，有了二魂的米莎可以推荐培养哦。为了方便测试，我把影月的面板尝试压低了很多，本来是90、190多的一个双爆，把它压成70、180了，稍微低了一些吧。星魂是灵魂的，关追是用的装光啊，还算可以吧，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了。关追首选净流的装光，虽然不能完全吃满，但是计算不能吃满收益也是非常的高啊。考虑到有净流的玩家应该也不会去给米莎吧，所以就不太考虑了。其次用黑塔3链的星神陨落，高点引攻击力非常的香啊，在搭配转梅以及有弱点环境下非常好触发增伤效果。再其次是用到歪道的克拉拉装光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。至于4星首选刚新出的米莎装光，满点可以提供高额30%暴击率以及击破特攻56%，在面对冰环境与转梅的情况下，也有期望可以甚至超越5星关追。值得一提，这也是雪姨的毕业关追了，真爱玩家可以考虑去抽取。至于其他4星关追，有哪个高点用哪个就可以了，这里就不太推荐了，不太好用了。毕竟有一个黑塔的星神陨落了，也不是很考虑其他4星的比较烂的关追。在生物方面啊，不对，仪器方面首选4冰套、4量子、2冰2快枪手。个人不太推荐专门去刷冰套，性价比太低了，可以跟我一样，直接全闪剑把攻击力双爆堆起来。比我那个500年刷不到一套好的，不知道要好多少了。内圈选择2哨手图提供大招增伤了，常规暴击爆伤衣服，推荐暴击的70以上才比较好啊。攻击鞋、速度鞋子我试过了，由于米莎属于爆发角色，但速度鞋总体输出不如带攻击鞋好。球、冰伤或者攻击力，我们要好的冰伤，所以带攻击的，绳子攻击力即可。然后是米莎的星魂，一魂根据敌方的数量最多触发额外5段攻击次数，按照10级的倍率来计算，就是多了300的倍率啊！而且有了一魂的米莎，在面对虚构环境体验极佳，有抽到一魂的玩家可以练起来打虚构了。毕竟这个段数可以控制的，而且段数又多，不会大炮打蚊子的情况下，非常的好啊！二魂前面也说了，也是自变星魂了，也是推荐打混沌二魂起步开始培养的。4魂是提高大招倍率的，计算下来等于高2级的效果。6魂不仅可以提供增伤，以及后续战绩可以回复1个战绩点。总体看下来，米莎的星魂提升都比较大的，推荐2星魂以上才推荐培养啊。4魂更好，6魂没有净流必练，不知道各位的米莎都几星魂了呢？那么以上就是米莎的通俗易懂的萌新攻略了。今天也要回老家了，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！我是梁夏，我们明年再见，各位拜拜。